在南宁的好友名单中，有一个名字格外陌生，智利伊基克，一座沿在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港口城市，与这里相隔2万公里。作为太平天国发源地的南宁与它之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我哋太平天國幫以前我幫咩秘魯邊度打仗咁嘅啦，我最早嘅繪本就係呢個咯。接下來，讓我們跟隨鏡頭去尋找那些漂洋過海的太平軍的他鄉故事。歡迎回到阿珂在路上的頻道。今天呢，我將離開聖地亞哥，前往一個與太平天國有關聯的城市。在清末，太平天國覆滅，太平軍被當作豬仔賣到智利北部的伊基克去換鳥糞，而且太平洋戰爭也發生於此，不知道是巧合還是冥中注定。那麼，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行程吧。男女平等、投票選舉、財富分配，洪秀全做夢也想不到，他推行的太平天國政策，某些部分竟在異國他鄉開花結果。清末，太平軍餘部逃難來到當時還屬於秘魯玻利維亞的阿塔卡馬沙漠，去挖掘被稱為白金的鳥糞。然而事與願違。以前移基建呢度係秘魯嘅喎，來呢度嗰啲人都係賣豬仔過來嘅，冇自由嘅。做工嗰時冇名嘅，我手呢度整個 number 去咁，要叫 number 嘅，唔叫名嘅喎。也因此，在太平洋戰爭中，華工站在了智利這邊。現在每年，他們的子孫後代還能從中受益。同秘魯打仗咧，咁我哋中國人就係我哋廣東，就係我哋阿太爺嗰代啫，已經出咗嚟嘅。佢哋喺度咧就同秘魯打仗，就打贏咗。咁咧喺個市中心，本嚟咧就話呢個城市咧就係俾我哋嘅，咁。人少啊嘛，係嘛？唔敢要啊！佢哋就攞咗條市中心嗰度咧攞咗啲屋，佢哋依家咧就將啲屋出租咗，收啲租翻嚟咧，1年1次嘅，就係過年嗰陣啲小朋友考試成績出嚟，同埋啲老人家，好似我老爺幾多年紀嘅咧，會員咧都有。客運站呢就在火車站旁邊啊，從這裡呢到伊基克距離是1800多公里，我是在網上面訂的票，價格是36美元。可以看到啊，這個火車站也是一個很大型的商業綜合體，很多的商鋪。在火車站裡面還有一個這麼大的超市啊！我要坐20幾個小時的汽車吧，要備一點乾貨啊。從聖地亞哥到伊基克1800公里，大巴沿着太平洋沿岸行駛。也就是1800公里的光海長廊，穿越山巒、沙漠，中間還穿插着大大小小的城市、港口、漁村。這輛車在每個大城市，包括在路邊的小巴士站，它都要停的。現在是早上8點啊，然後我們在一個中途的客運站放下來了。我們在這邊可以吃些早餐幹嘛的，然後他8點40分過來接我們。客運站呢，上廁所還要收費的，600比索一個人。是這樣的一個鑰匙牌，可以看到它南側它也有一個可以給小朋友換尿布的那個桌子啊。然後這就是廁所了，感覺這邊的廁所都很小啊，而且還是收費的。要是在巴西的話，是那種很好的廁所。有那個服務站，而且呢還是可以洗澡的。全世界的公廁都一樣啊，都是小廣告。從這裡開始應該就是阿塔卡馬沙漠了，伊基克呢就是在沙漠的腹地的。經過整整1天1夜，終於來到了這座阿塔卡馬沙漠腹地的巨型城市伊基克，同時呢，它也是南美洲最大的免稅商業港口中心。伊基克位智利北部，毗鄰太平洋，東靠阿塔卡馬沙漠，曾是古老的漁獵聚落，印加帝國的一部分。19世紀，西班牙人的到來與硝石礦的發現，讓它一躍成為全球的硝石之都，一度供應了世界約80%的硝石。這種財富不僅帶來了繁榮，也引發了智利與秘魯、玻利維亞之間的硝石戰爭。最終，智利取得勝利，將伊基克納入版圖。
如今这里已发展成人口23万、面积2242平方公里的自由港城市。南美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SOFI 就坐落于此，也让海风继续吹动它的商贸之帆。把行李放好，然后冲了一个凉啊，洗漱完呢，感觉把舟车劳顿的疲倦也洗漱完了。这里呢就是Iquique的市中心的广场啊，这里也是他们最市中心的地方。不过可以看到今天是星期六，也没什么人啊，因为整个城市的人口也就只有20来万。这呢就是他们新修的一个剧院吧。城市的风格包括人种，其实是更接近秘鲁印加文化的。1500比索啊，燒雞翼我自細中意食，好嫩好嫩啊！这有沙拉酱，还有辣椒酱，然后呢还有面包可以随意吃的啊。牛肉炒饭啊，价格才6000比索，哇，非常的实惠，而且分量很大。在这里能吃到正宗的中国菜啊！歌曲很欢快，我还以为是婚礼了，原来是丧礼。不过拉丁美洲人对待死亡态度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他是比较的轻松的，不像我们东亚人那么的严肃。这里也是有骨科叶买的啊，但这个不是骨科叶啊，骨科叶大概是1500一份。清晨一对去，归来的渔民叫卖着刚刚经历的风雨。大家早上好，这是一个游客港啊，你看到在这边呢是可以坐船，然后出海去玩的。这边还有一只网红海狮，有码头那就肯定有海鲜市场啦。这应该是当地人的一个海鲜市场，可以看到全部是当地人。这边呢是卖鲨鱼的。这个鱼摊的海鲜种类就很丰富啊，这个应该是鲍鱼了吧，很新鲜的鲍鱼。哎，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鱼吗？有点像亚马逊的清道夫，但肯定不是清道夫，因为这边是海鱼嘛。我点了一份海胆沙拉，哇，这么多海胆哎，价格才6000比索，很实惠哦。找了一个角落来品尝我的海胆沙拉。哇，好鲜哎！Hola。Chile。哇，海胆这样来吃真的很爽，满口的海胆。它里面是放了洋葱、柠檬各种配料在里面，所以吃起来是不腥的，很鲜甜，起码几十个海胆啊，这么一碗。从海鲜市场走出来呢，这边也是一个渔港啊。哇，大家听到那个声音了吗？往下看，全部是海狮。现在呢，已经来到了隆比自贸区里面啦。整个自贸区的占地是2.4平方公里，可以看到它是有那些护栏给围起来的，围起来这个区域才是自贸区。这里政府为了带动北部经济，吸引外资，在1975年成立SOFI自贸区，占地240公顷。在这里啊，无论是从亚洲、欧洲还是北美运来的货，只要进入SOFI，不用交进口税，就能在这里仓储、批发，转口到智利国内或者整个南美市场。时间没来对啊，今天由于是周末，很多的批发商店都没有开门啊。唯一开门的就是这边的Supermall的这个区域啦。商场里面的免税酒，像 Jack Daniel 2瓶的价格是36000比索，这里面的海飞丝是要比超市的便宜的，2瓶的价格是9000，1瓶是5000比索。How was your business? I'm fine. It's good. That's good. 一家卖玩具店的，像这么一个卡通玩具，价格是42000比索，
然后看一下这边的产地，也是中国制造的。哎，衣服为什么不一样了啊？大家不要觉得奇怪，因为这是第二天拍摄的。因为昨天呢是星期天，没什么人，所以说第二天我又再过来了。但为了视频的连贯性，我还是放在一起了啊。我们继续来逛这个自贸区吧。看到外面的货柜了吗？这商场真的非常大，而且是四通八达的。那这边又是另外一个商场。进到里面来呢，又是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的商场。这是一个品牌超市，不同的品牌然后组合在一起。哇，这个自贸区真的非常的大。这么一件普通的白 T 恤，价格要卖到32万。大家肯定很疑惑，昨天是周末，不是应该更多人才对吗？但其实昨天除了是周末啊，它也是智利的儿童节啊，所以说很多人都会把小朋友带到去海边啊，带到儿童公园去玩的。这应该是台湾老板开的一家珍珠奶茶店啊，可以看到这边珍珠奶茶价格也不贵啊，像这个大杯的才3300比索，小杯的是2700比索，这个奶味跟茶味都很足哎。这是一个连锁的奶茶店。商场里面呢，其实属于是零售区啊。如果你想进入批发区的话，或者是说是内裤的仓库区的话，是需要这边再领个卡才可以进去的。这里呢就是批发区里面啦，同时也是一个卸货区，也是一个仓库。你叫我老王啊，我是福建。当时国内我们本身有经商啊，然后但是不是那么好。有听说这个智利有老乡经营的还不错，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个时间点过来这边。来这里多久了？13年到现在。那现在我们主要的客户是来自哪里？玻利维亚、阿根廷、巴拉圭。在这边10几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很多就是遇到阿根廷汇率贬值啊，比如说现在也是玻利维亚汇率也是大贬值啊。现在有没有转手费啊？然后一个平方是6块钱、7块钱？没有，这种自贸区的准入市场跟国外，比如说巴西那种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然后那像这边的话，他会不会对你个人的资质有要求呢？就比如那肯定，就他会看你的公司的他就是资质，所以资质就不存在有些炒作的问题。这个自贸区起码80以上，80以上都是老板，华人老板，华人哦。比如说我们进个50箱的手机，我们可能涉及的金额大概就要40几万美金。对。有时候一个月走几趟，是，金额都变成营业额都会比较高。那做服装呢，主要靠货柜，有的做100-200个柜子，每年，那他们的金额也会很高。比如说我们如果做个100个柜子，那涉及的金额可能达到几千万美金。你在中国生产好，再过来。这里所有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就很少在国外生产。产业链的问题，一个服装你要染一个配色，你在这里基本上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得到啊。所以你在这边开厂不实际。这里现在服装的客户很少了，大部分最主要还是玻利维亚。还有一些国家嘛，比如说巴西，它税负高。对，巴西很高。对。那他巴西来这边进货，他们也要交税的呀？他们会经过某个途径走私过去。走私。很多途径的，不是。如果按明面来做生意，其实是很多很难做不了的。你去过很多国家，相信也是。不是说你这个国家，如果你是按照正规的去做，是做不了。包括这个货柜的货值啊，你要怎么来申报啊？对了，你要理解这些就懂了。你会全部大家按正规申报，除了某特定的这些大公司他们可以做到这里利润其实大家做的你说的都是中间商。贸易商都是利润很高，很低吗？那像这边做服装批发的话，利润大概多少左右？毛利就好。你做了一款不待接受的，那么你只能亏本。对。如果做的大家都是一样，那斗价格，可能10%就不错了。如果你做到几个款式，这之间没有了，你可以30%、50%，所以很难讲。你不可能，你不能。你这样一讲很难说的。你说的这种行业，没有一个敢打理，哪一个公司敢打理我做的产品是达到利润多少？ OK， 这个看你信心满满的进了一个柜子，但是
人家已经提前被到整个市场铺满获利，这个柜子只能是亏本。非常幸运啊，然后在自贸区遇到了2位看我视频的观众，然后在他的引荐下，因为他们公司比较大，然后不方便出境了，然后在他引荐下，然后就介绍了王总，然后给我们认识，跟我们介绍这个自贸区。在免税区里面也是有公交车可以坐的，价格呢是650比索，这边的公交车是直接收现金的。在资历的大巴车、公交车都会有一个这么样的牌子来显示它的速度的。可以看到这个公交比较小的一个大巴车啊，93的是1315比索，95的是1328，97的是1343比索。伊吉吉呢，就是坐落在沙漠腹地中呢，可以看到周边都是被沙漠环抱着的一片绿洲啊。然后这边就是海滩，哇，这海滩也非常的优质啊，虽然跟里约海滩差一点，但也很不错了。可以看到这个绿洲呢，其实都是靠人工搬运过来的淡水的，因为这边是没有水资源的。它最主要呢就是靠着安第斯雪山上面的雪水引到这边来，然后再加上一些海水淡化的处理。asked the barkeep down in Abilene. He said, darling, I know who you mean. Red dress and a two-step twirl. Left here dancing with some rodeo girl. I checked El Paso, hit Amarillo, chased her name down. 通常幾耐嚟呢度？我嚟到45年多。哦，45年，即係你爸爸已經過嚟，定係你跟你爸爸過嚟啊？我爺爺先嚟嚟。哦，你爺爺再爸爸，然之後再你。哦，你爺爺幾年嗰時過嚟嘅？我老豆咧就喺1967唔知68年嚟嘅。嗯，咁51年出世。係。咁我到咗8歲嗰時就讀書，讀6年書，讀小學畢業，就冇工作，冇書讀咯嗰時啊，嗰時因為好困難嗰時。咁你嗰時係點過嚟㗎？係搭船啦，定係坐飛機啊？我坐飛機嚟，香港就去到唔知去咗日本啦，唔知韓國係是因為兩個國家。哦，去到嗰度先再轉機到到洛杉磯，再從洛杉磯過嚟呢度。就到呢度新加坡。嗰時係幾大？29歲，我老豆開頭做親館嘅，後尾又轉為做嗰啲針灸。即係以前而家見呢度係秘魯嘅喎，一般嚟呢度嗰啲人咧都係賣豬仔過來嘅，聽講啊，賣豬仔過嚟嘅。係即係過嚟，即係話去到澳門嗰度啊，我哋香港講。招工嗰日過嚟，喂，你哋好幾好嘅揾食啊，乜嘢咁？一個月到揾幾多錢到咁嗰啲，你知啦，嗰時中國都好窮㗎嘛。係。嗰人咪嚟啦，揾食。嚟到之後咧，自由都冇自由㗎，喺嗰度即係做工嗰時即係冇命嘅，即係一隻號碼嘅，個手呢度整個 number 去咁，叫 number 個唔叫名嘅喎。見到政府對佢嗰班人好殘酷，即係食都冇得食啊，食唔好住唔好啊，同人咪起義咯，幫自己軍隊行到喎，即係由呢度行到去到呢嘛。就係我哋阿太爺嗰代啫，已經出咗嚟㗎啦。即係喺度咧。就同秘魯打仗就打贏咗，咁咧喺個市中心，本嚟咧就話呢個城市咧就係俾我哋嘅，咁人少啊嘛，係嘛？唔敢要啊佢哋，就攞咗條市中心嗰度咧攞咗啲屋，好似聽講咧係10幾20間屋。哇！10幾20間屋。以前就比較多，依家可能剩翻10間8間啦，但係我大概有幾間我就唔知。咁咧，佢哋依家咧就將啲屋出租咗，收啲租翻嚟咧。每年咧啲小朋友啊，上咗65歲以上啲老人家咧，過年過節咧，我哋會館咧會進行咧，大家食餐飯啊，啲會員湊埋啲小朋友去，就係喺度出世或者中國過嚟嘅都得。但係我哋廣東嘅或者佢娶咗老婆係本地嘅，即係智利人咧都可以湊埋去嘅。咁樣咧，
小朋友咧，佢考試成績好嘅咧，都會有錢分。我哋會員咧都會有利是鬥。咁好㗎。係啊，咁呢個只允許響二基傑工作，一直喺度嘅，入咗會嗰啲先有嘅。就好似我哋依家咁。即都係要有班對呢個歷史有淵源嘅先可以入會嘅。係啊，咁呢個都係講真啦，都係我哋嗰啲上一代嗰啲俾我哋嗰啲福利啦，可以話。咁我哋依家啲錢咧，個人咧都可以話有乜嘢咧就會攞啲出嚟。咁你知唔知會員有幾多依家？會員啊？大概100零個啦。都唔係好多，100零個。係啊。我哋廣東啊嘛。在伊吉呢，可以看到有很多家庭呢都有放着这样的一个雕像，这种信仰看起来好像就是，秘鲁啊又融合了天主教，又融合了佛教之类的在里面啊，但其实这是天主教的圣罗伦佐，这条小狗在鲜血主前。在智利这边的乘客搭车都是很有讲礼貌的，下车还会跟司机说谢谢的。坐公交4号线呢就能到山脚下。从这里呢就可以徒步上山顶了，可以看到这边呢已经是沙漠化了啊，我鞋子也脱了，等一下爬到山顶给大家俯瞰一下伊基吉。大家肯定以为会偷懒啊，爬到一半飞无人机，但我真的是会爬到山顶的。别看距离这么短啊，真的非常耗费体力，而且这个沙子是很柔软的。就是你爬4步才等于爬了1步半，很累很累。不过有时候累了是可以在中途停下来欣赏一下风景，好好休息一会的。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朝着终点进发。有时候也要给自己一点点小小的目标。如果我能爬到山顶，今年订阅量突破30万，爬不上的话就掉粉。观众们，终于登顶了！哦，今年订阅破30万，沙漠、城市、落霞、孤雁，还有太平洋。你知道这为什么叫太平洋吗？当时麦哲伦跨越大西洋，然后沿着南美洲越过麦哲伦海峡，到了这片海域，觉得这片海域很平静，所以起名太平洋。1522年9月6日。维多利亚号缓缓驶回西班牙，标志着人类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成功。这一壮举不仅证明了地球是圆的，更彻底颠覆了天圆地方的古老认知。率领这支船队的正是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后人称他为第一个拥抱地球的人。1519年9月20日清晨，麦哲伦率5艘船约265人从西班牙桑卢卡尔港起航，84天后抵达里约热内卢，补给后继续南下，经过拉布拉塔河，在圣胡利安港过冬。经过435天，麦哲伦终于穿越美洲大陆，进入一望无垠的太平洋。历经99天的饥饿与死亡，抵达菲律宾。麦哲伦在马可坦岛战死。之后由他的副手接替继续西航，途经印度尼西亚、印度洋、非洲南端，历经2年11个月又17天，唯一幸存的维多利亚号回到西班牙。出发时的265人，回来时只剩18人。大家早上好，我身后呢就是伊基吉的军事和海军博物馆了。这里呢记录了当时的太平洋战争。大家听太平洋战争就会觉得哇是很宏大的战争啊，其实不是啊，这个战争不是2战那个太平洋战争啊。我给大家做一个当时参战国的军力对比吧。像当时智利的海军呢只有6艘主舰，然后玻利维亚是没有的，秘鲁呢只有2艘啊。而且是全国的陆军啊，智利呢只有2万，玻利维亚呢是不足5000，然后秘鲁呢就只有1万啊。所以说当时的华人虽然参战人数也没那么多，但其实在这场战争中也是起到了一定的决定性作用的。100多年前，合成弹还未被发明，阿塔卡马沙漠的鸟粪还是白金，是制作火药与化肥的原材料。这片富得流油的荒漠归属玻利维亚，但矿却是智利资本在开采。秘鲁呢，则想垄断买卖。
1879年，玻利维亚突然加税并没收智利人的矿，智利一怒之下出兵，秘鲁因为和玻利维亚是同盟，被迫参战。这场2份战争打了5年，智利军队都打到了秘鲁首都利马，秘鲁军队被迫转成游击战。秘鲁与智利签署安孔条约，割让塔拉帕卡省；玻利维亚与智利签署和平友好条约，成为内陆国家。1家中餐厅，2家中餐厅，3家中餐厅，1个路口就有3家中国餐厅。即係咩去太平天國嗰時嚟到中國人第一個會館就係呢個會館。这里就是中华会馆了，没想到历史这么悠久啊！从清末太平天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啊。这个会馆啊，到现在每年都还会给他们的会员发福利，但现在会员不是很多了，只有100多位。这边会员有很严格的审核机制的，当然这也是因为他们老一辈对吧，那么辛苦来到这边挖矿，然后参与了战争，然后他们父辈所打拼下来的一些产业，然后来分得了一些福利，那也不要羡慕了，这是他们应得的。在市中心呢，有一个城市间的客运站啊，从这里呢是可以坐车到城市周边的。我来这里呢就买了一张票，然后前往矿区，这个是3000比索，距离大概就是50公里左右吧。我们今天就去矿区看一下吧。好啦，在城市的山顶又是另外一座城市啊。那这座城市就规模也不小，但建筑呢就没那么高了。可以看到这边的人种就安第斯山上的印加人的人种啊。这里呢就是 Humberston， 也就是硝石矿区啦。这里呢距离市中心 Iquique 大概50公里左右啊。大家如果不是有很强的动手能力的话，还是不要学我自由行啊。其实这边是可以跟团的，价格也就才4万比索。因为我是比较喜欢自由嘛，因为我还要拍摄各方面的，跟团的话不是那么方便。这里呢就是景区的入口啦，你看 Santiago、Humberston and Santa Rara 就是2个小镇。这里呢就进去景区。100多年前，这里因硝石而繁荣，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人，也包括被放来的华工。20世纪初，这里生活着数千名矿工和家属，有学校、剧院、游泳池，甚至还有英式网球场，可谓是沙漠中的繁华绿洲。然而，随着人工合成硝酸盐的出现，硝石产业迅速崩塌。在1960年，这里也被彻底废弃。先来到景区里面啦，门票是6000比索啊。你看到这个牌子 Oficina 是吧 ？Humberston and Santa Rara， 也就是这里呢是当时这2个小镇的办事处啊，也就是比较好的地方。这里呢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啊，可以看到当时的办公场所，也还算不错的啦。这个房间展示的是当时小朋友的玩具啊，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玩具，也就说明这个小镇当时是不小的，还有那么多的小朋友。当时的鞋子，各种各样的玩具。这个展厅展示的就是当时的厨具啦，可以看到像这种炉子呢，在西藏是非常常见的。还有各种各样的，这边应该是罐头吧？还有什么纽约生产的罐头啊？听说当时这边的领导还是一个英国人啊。这里陈列呢是电线杆、一些开关。然后还有一些路灯之类的啊，你能想象这些物品是在清朝的时候吗？那个时候在这么偏远的小镇就已经有这些电话设备了。客厅还不错，还有沙发。这边是主人房吧，这边是儿童房。哇，很难想象当时已经有浴缸了，还有
坐式马桶，这边就是厨房。后厨，还有一个后院，后院也挺大的。当时的一些瓷器，这个是保存比较完整的一个碟子了，可以看到还是一幅山水画。这就是硝石矿呢，也就是氮素了，是当时用来生产化肥跟火药的原材料啊。在1890年的时候啊，全球80%的氮素都是由智利来供应的。但在一战结束后啊，随着合成氮的发明，这种天然硝石矿的需求量就急速的下降了啊。在1950年的时候，天然硝石占全球氮素供应量只到3%不到了。然后这2个工厂呢，在1960年也倒闭停产了。这个房间呢，展示的是当时全球各地对智利硝石，也就是智利的化肥的宣传单。看到还有阿拉伯的，还有英文的 The Best Nature 最天然的。然后这个应该是日本的，但是这种能看得懂啊。智利硝石啊，这都是世界各地的宣传单。我往里面再走下看一下啊，很有那个年代感。这个应该也是日本的吧？绝对的必要，智利硝石。哎，这应该是当时民国时期的化肥广告了啊，看一下。哦，真的耶，大中华民国19年，智利肥料。我们在这里做个结束语吧。被放作猪仔的华安矿工逃离太平天国的战火，却在这片荒漠中陷入了另一场浩劫——太平洋战争。值得庆幸的是，在这2场浩劫里，他们得以善终，后代也在这片土地上面获得了财富与安稳。但相较于几代人的苦难，和平才是最珍贵的财富。你缝缝补补成日子，有儿马蹄疾。